刘邦登基那天，看着台下万众欢腾，心里却只在想一件事：韩信如果不死，我这皇位可能只能做到明天。韩信以为他打下了半个中国，是刘邦离不开的功臣，但他忘了，在皇帝眼里，一个能随时毁灭世界的核武器，只有拆掉才是安全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不只是一个名将的陨落，这是一场关于功高盖主与人性底线的终极博弈。你以为韩信死于吕后的阴谋？不，他死于自己那30万挥之即来的铁骑。今天，让我们撕开大汉王朝最血腥的一页，看看兵仙韩信被杀背后的真实逻辑。说到韩信的死，咱们得先聊聊他在刘邦心里的那个生态位。很多人读史书总觉得刘邦杀韩信是因为韩信想反，但这事儿咱们得往深了看，在政治权力的天平上，有时候想不想反根本不重要，能不能反才是决定生死的唯一标准。韩信的悲剧，其实在他步入权力中心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咱们翻开那一页历史，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垓下合为项羽。那时的韩信可谓是风头无两，手里攥着齐地的精锐，那是大汉江山的半壁江山。刘邦这辈子最怕的人是谁？不是那个只会使蛮力的项羽，而是那个能在谈笑间让几十万军队如臂使指的韩信。在刘邦眼里，韩信不是一个简单的将军，他是一个拥有降维打击能力的战神。这种能力在打天下的时候是救命稻草，但在守天下的时候就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我们要理解韩信的死，就得先看看他那几乎开了挂的军事逻辑。韩信打仗从来不靠硬拼，他玩的是心理战、信息战，是那种让对手绝望的详制打击。像暗度陈仓，他表面上修栈道，那是给3秦将领看的假动作，实际上主力已经从陈仓小道绕过去了。这种虚实结合的打法，在当时那个还讲究一点战阵礼仪的时代，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后来背水一战更是绝了，把士兵往绝路上赶，激发出人类求生的本能。这些战役反映出韩信一个极其恐怖的特质，他太懂人性了，或者说他太懂如何把人当成棋子来操控了。可是一个能在战场上把几十万人的生死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人，回到朝堂上却变成了一个政治上的婴儿。这种巨大的反差，韩信的军事天才和他的政治低情商，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他在齐王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手下有个叫蒯通的谋士，那是真的看透了局势的人，跟韩信说：大王，现在天下三分，您手里这股力量往哪边倒，哪边就是皇帝。您现在功高盖主，位极人臣，这位置最危险，不如自立为王，三分天下。这在当时是韩信唯一的生路。但韩信怎么说的？他说刘邦对他有恩，把衣服脱给他穿，把车子借给他坐，他不能背信弃义。这就引出了韩信性格里的第一个致命伤，用江湖义气去衡量政治交易。在韩信看来，我帮你打下了天下，你分我一块地养老，这叫报恩。但在刘邦看来，天下是我刘家的，你手里握着能抢走这天下的锄头，这就是原罪。刘邦这人，那是从市井里混出来的老油条，他对人性的洞察比韩信要黑要深。他知道，像韩信这种人，你是关不住的，只能慢慢消耗，直到最后彻底抹除。所以咱们看韩信被杀的过程，那是一场漫长的带有羞辱性质的政治围猎。从齐王被改封为楚王，那是夺了他的根基，再到所谓的云梦泽为由，刘邦一封诏书就把韩信给绑了，贬为淮阴侯。很多人觉得刘邦这时候还没想杀韩信，只是想控制他。但我个人认为，从刘邦把韩信从楚王降为淮阴侯那一刻起，
杀心就已经种下了。因为刘邦知道韩信这种性格的人受不了这种落差，受不了那种从云端跌落尘埃的屈辱。刘邦在等韩信出错，等韩信产生那种由于极度不满而导致的所谓谋反念头。这其实就是一种心理上的折磨。韩信在长安当淮阴侯的那段日子，应该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光。他经常称病不朝，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台上的那些将军、功臣，以前都是他的下属，或者是他根本看不起的手下败将。现在他要跟这群人平起平坐，还要看刘邦的脸色，这对他这种骨子里孤傲到极点的人来说，简直比死还难受。他甚至在路过樊哙家门口时，樊哙跪在地上迎接，说大王竟然肯光临。韩信出门后笑了一句，生乃与哙等为伍。翻译成现代话就是，我这辈子竟然落到跟樊哙这种糙汉子排在一个等级，真是丢人。这种傲慢在韩信看来是名将的风骨，但在吕后和刘邦眼里，这就是不安分的火苗。而这种火苗最终在吕后的策划下演变成了一场精心设计的谋杀。我们要知道，吕后杀韩信绝对不是一个女人的一时兴起，而是当时整个大汉统治阶层为了稳固权力而达成的某种默契。在那座冷清的长乐宫中室里，当韩信被那群宫女用竹片一说是为了避开不准见兵刃的承诺活活刺死的时候，他最后发出的那声叹息，是对自己政治天真的最后告白。他死的时候，刘邦正好在外面平定陈豨的叛乱，回来听说韩信死了，史书上记载了5个字：且喜且怜之。喜的是那个让他睡不着觉的战神终于没了，怜的是这个曾经帮他打下万里江山的天才竟然死得这么窝囊。这5个字把刘邦那种冷酷的实用主义政治观展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说，韩信的死是他性格与时代的错位。在一个需要暴力夺取政权的时代，他是神；但在一个需要权力高度集中的和平年代，他是毒药。他一直试图在冰冷的政治博弈中寻找温情脉脉的契约精神，这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讽刺。他算准了每一场战役的胜率，却算不准皇帝那一颗多疑而残忍的心。接下来我们要详细拆解的就是韩信在权力巅峰时的那次齐王风波，看看他是如何一步步踏入那个无法回头的死亡漩涡的。咱们接着上回说啊，既然已经看透了韩信和刘邦之间那种死结般的政治逻辑，那我们就必须得把镜头拉回到那个最关键的转折点，去看看韩信是怎么在权力的巅峰上一步一个脚印踩进了刘邦给他挖好的大坑里。咱们说韩信这辈子打仗那是没得说，但在政治博弈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真的就像个没长大的孩子。这种天真最集中的体现，莫过于那个让后世史学家吵了几千年的假齐王事件。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呢？刘邦在荥阳被项羽围得跟铁桶似的，那是刘邦这辈子离死神最近的一次。他天天伸长了脖子，盼着韩信能带兵过来拉他一把，结果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是韩信的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要是搁在现代职场里，那就是典型的趁火打劫。韩信说，齐国这地方民风彪悍，反复无常，为了这里的长治久安，您能不能封我个假齐王当当，好让我名正言顺的管理。您各位琢磨琢磨，刘邦当时是什么心情？那是命悬一线的时候，韩信不仅不来救命，还要在这个时候谈待遇，要编制。刘邦当时那个火腾的一下就上来了，当着使者的面就开骂了。可就在这时候，张良在桌子底下狠狠踢了刘邦一脚。这一脚踢得太关键了，他不仅救了刘邦的命，也间接给韩信递了一张通往断头台的单程票。刘邦毕竟是刘邦，那是个能屈能伸的种，
他瞬间就反应过来了，脸色转得比翻书还快，骂道：“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当就当真王，当什么假王？”于是大笔一挥，封韩信为齐王。很多人看到这儿觉得刘邦真大方，可您得明白，在刘邦这种实用主义者的心里，这齐王的爵位不是封赏，而是韩信预支的买命钱。这种由于要挟而得到的权利，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变质的血腥味。韩信拿到了齐王的印信，心里美滋滋的，觉得自己终于在这个大汉集团里混成了顶级合伙人。可他没意识到，从这一刻起，他在刘邦心里的性质就变了。以前韩信是刘邦手里的一把剑，剑快一点没事，只要握在手里就行。可现在这把剑自己长了腿，还要自己选地盘。在那个群雄逐鹿的年代，韩信手握齐地广袤的疆土和几十万精锐，他实际上已经成了决定天下走向的那个砝码。这时候项羽坐不住了，派使者伍射去劝韩信，说刘邦这人不可信，狡诈多疑，你不如跟我们项家联手，或者干脆自立，咱们三家分天下。韩信手下的第一谋士蒯通也看出了苗头，他用相面作为引子，跟韩信说：“看您的面相，顶多封侯，而且还有危险，但看您的背影，那可是贵不可言，这叫功高盖主者身威，名满天下者不赏。”蒯通这话简直就是把历史的底层逻辑给掰碎了，喂到韩信嘴里。他告诉韩信，你现在的功劳已经大到刘邦没法赏你了，封你为王已经是极限，再往上赏就得把皇位给你了。既然没法赏，那就只能杀了。这其实就是权力的溢出效应。可韩信是怎么回绝的呢？他还是那套江湖义气。他说刘邦对他有推使解衣之恩，他不能做不义之人。咱们看这段历史的时候，真的会对韩信产生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在政治博弈里，这种私人恩情在绝对权力面前连张纸都不如。韩信以为他是在守义，其实他是在用一种极其低微的道德观去对抗那个时代最高维度的生存竞争。他错过了人生中唯一一个可以掌握主动权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在历史上从来不会出现第二次。等项羽在垓下彻底灰飞烟灭之后，刘邦做的第一件事，甚至不是安抚将士，而是冲进韩信的军营，夺了他的兵权。这种急不可耐的操作，足以说明刘邦对韩信的恐惧到了什么程度。韩信那时候竟然还没醒悟，他被改封为楚王，回到了老家。咱们说衣锦还乡是人生大幸，可韩信回楚国后做了什么呢？他带着大批武装侍卫进进出出，名义上是排场，可在刘邦眼里，你一个被夺了兵权的王，回老家还搞这么多武装力量，你想干什么？这种政治上的不敏感，简直让人扼腕。刘邦在长安盯着韩信的一举一动，只要有一个火星子，他就能把韩信给点着了。正好这时候出了个钟离昧事件。钟离昧是项羽的大将，跟韩信私交不错，项羽败了之后就躲在韩信这儿。刘邦下令通缉钟离昧，韩信不仅不交，还把人藏起来。您说韩信是讲义气吗？可能是，但在刘邦看来，这是公然挑战中央权威，是在积蓄反动力量。于是刘邦玩了个阴的，他听从陈平的计策，说是要去云梦泽巡游，顺便让诸侯在陈地集合。这摆明了就是针对韩信的鸿门宴。韩信当时慌了，他为了向刘邦表忠心，竟然做出了一个最败人品的决定，他逼死了钟离昧，带着钟离昧的人头去见刘邦。钟离昧临死前骂韩信说：“公非长者。”意思是你韩信也不是什么正经人，我今天死了，明天就轮到你。钟离昧看得很准。韩信拎着人头去见刘邦，结果刘邦连看都不看一眼，
直接命人把韩信给绑了，塞进了后备车厢。这一幕极其讽刺，曾经横扫天下的兵仙，在没有硝烟的权力场上，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刘邦把他带回长安，降为淮阴侯，软禁了起来。这就是刘邦的高明之处，他先从肉体上剥夺你的权利，再从精神上摧毁你的尊严。韩信这种人，活在战场上是战神，活在囚笼里就是个怨妇。他在长安那几年，心态彻底失衡了。他开始愤世嫉俗，看不起周勃，看不起灌婴，甚至连见到樊哙这种昔日的铁哥们都觉得丢脸。这种极度的心理扭曲，让韩信开始产生了一些极其危险的想法。他开始跟陈豨勾搭。陈豨要去代地任职，韩信拉着他的手，躲在院子里避开左右，说你在外面反，我在里面应，咱们这事儿就成了。这段记载在《史记》里写得很玄乎，很多人怀疑是刘邦和吕后编出来的伪证。但咱们跳出真假去看逻辑，当时的韩信已经处于一种绝望的边缘。一个习惯了掌控几十万大军生死的人，现在每天只能在长安的深宅大院里数地砖，这种心理落差必然会导致极端行为。不管韩信是不是真的付诸行动了，他在刘邦和吕后的眼里已经成了一个必须清除的政治癌细胞。咱们得聊聊吕后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刘邦在前面冲锋陷阵，吕后就在后方巩固权力基础。吕后这个女人，她的政治手腕甚至比刘邦还要狠辣，还要直接。她知道刘邦在世的时候，韩信可能还只是被关着的虎，万一刘邦哪天不在了，这个年仅30多岁的韩信绝对是刘家天下最大的威胁。于是在刘邦外出平叛陈豨的时候，吕后和萧何联手导演了那场最惨烈的谢幕。萧何这个曾经发掘了韩信的伯乐，亲口告诉韩信，陈豨已经伏诛，皇帝回来了，请大王入宫庆贺。韩信对谁都有防备，唯独对萧何没有。他觉得萧何是他的恩人，是他的知己。当韩信跨入长乐宫中室的那一刻，他看到的不是庆功宴，而是密密麻麻的宫女和冰冷的杀气。那一刻，他是否想起了蒯通当年的预言？是否想起了钟离昧临死前的诅咒？史书说他死在宫女的竹签之下，这种杀法极具政治含义。他避开了所有关乎功臣大将的礼遇，用一种最阴森、最不体面的方式，终结了一个军事神话。韩信死的窝囊吗？确实窝囊，但从政治逻辑上讲，他死的一点都不冤。他用一辈子的时间去研究如何赢过敌人，却唯独没有花1分钟去研究如何跟那个给他发工资的老板共处。他以为这世界是靠本事说话的，却忘了这世界最终是靠权力分配的。韩信的死正是宣告了大汉王朝那种异姓王时代的终结，也为后世所有的功臣将领留下了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在权力的棋盘上，如果没有自立为王的狠劲，就永远不要产生功高盖主的错觉。接下来我们要去深挖一下，在韩信死后，刘邦和萧何又是如何处理这段血色关系的？那背后的凉薄，才是历史真正的底色。咱们最后再聊聊这场血色大戏的余波，以及藏在那些冰冷记载背后的让人脊背发凉的真相。当韩信在长乐宫那间阴暗的中室里，被一群宫女用竹签刺得体无完肤，含恨而终的时候，远在平叛前线的刘邦其实正处于一种极度焦虑的等待中。史书上说刘邦回来后且喜且怜之，这5个字咱们得掰开了揉碎了去品。刘邦那个喜是发自肺腑的，是一种终于把压在心头几年的大石头搬开后的虚脱感。他这辈子见过无数狠人，项羽够狠，但在刘邦眼里，项羽是个憨憨，只要用计就能围死。可韩信不同，
韩信是个能把兵法玩出艺术感的天才，这种人在身边，刘邦连睡觉都得睁着一只眼。那个脸多少带点表演成分，是做给天下功臣看的，毕竟兔死狐悲，他得表现出一点对老部下的不舍。可您看刘邦接下来的动作，那是半点温情都没有。他第一件事就是问吕后，韩信死前留下了什么话。吕后说，韩信后悔没听蒯通的计策。刘邦立马下令，去齐国把那个蒯通给我抓回来，要活活煮了他。这一手斩草除根玩得极其利索，刘邦要杀的不仅是韩信的人，他还要抹掉所有可能威胁到刘家江山的思想火苗。说到这儿，咱们不得不提那句著名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萧何在这场谋杀里扮演的角色，其实最能体现政治的残酷与凉薄。您想啊，当年要是没有萧何的月下追韩信，韩信可能早就在哪个山头当土匪，或者饿死在路边了。在韩信心里，萧何那是他的再生父母，是他在这冷酷长安城里唯一的心理依靠。可萧何是怎么做的？他太了解韩信了，他知道韩信孤傲自负，但唯独对他这个老大哥没有防备。吕后找萧何商量杀韩信的时候，萧何其实面临一个终极的职业选择，是保住那个他亲手挖掘的天才，还是保住他萧家满门的荣华富贵。萧何这种政坛老油条，几乎没有犹豫就选择了后者。他那封把韩信诱入深宫的请柬，每一个字都沾着血。韩信进宫前，萧何难道不知道那是送死吗？他当然知道，但他必须这么做，甚至他必须亲自去做，因为只有他才能让韩信放下戒心。这就是政治最恶心人的地方，他逼着你把最真挚的信任变成捅向朋友最深的一刀。韩信死后，萧何被封为相国，刘邦还特意给他配了500名卫兵，名为保护，实为监视。萧何在那一刻看着韩信的头颅，心里肯定明白，他用韩信的命换来了自己暂时的安全。这种安全是带着血腥味的枷锁。咱们再往深了看，韩信的死其实是大汉王朝转型期的一个必然祭品。刘邦在建国之初，为了打赢项羽，不得不给韩信、彭越、英布这些异姓将领封王，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股份分红。可一旦天下太平，刘邦这个大老板就要开始收回股份了。韩信是第一个，但绝对不是最后一个。您看，继韩信之后，梁王彭越被剁成肉酱，淮南王英布被迫起兵，最后身亡。刘邦在临死前还要拉着吕后的手，商量着怎么对付剩下的那些老伙计。这其实揭示了一个极其残酷的历史规律，在权力的金字塔间，从来没有双赢，只有独大。韩信这种人，他活在自己构建的那个纯粹的军事逻辑里，他觉得我帮你打天下，你给我封地养老，这是一种契约。但他忘了，在皇权眼里，所有的契约都是暂时的，唯有控制是永恒的。韩信越是强大，越是表现得无懈可击，他就越是该死。他那个多多益善的带兵能力，在打天下时是神迹，在治天下时就是诅咒。后世很多人为韩信鸣不平，觉得刘邦太不厚道。但如果您坐在刘邦那个位置上，看着一个只有30出头、军事才华冠绝古今，且在军队中拥有崇高威望的将领，在朝堂上天天郁郁寡欢、愤世嫉俗，您能睡得着觉吗？刘邦已经老了，他得为他的子孙后代扫清障碍。韩信的死其实是老一代创业者对新生代接班人的一种暴力交接。刘邦杀韩信，杀的是一种不确定的威胁。这种凉薄是封建政治逻辑的底色。咱们看韩信这一生，从胯下之辱的少年，到横扫天下的兵仙，再到长乐宫中室的孤魂，他像一颗流星，极其璀璨，但也极其短促。
他赢了每一场战役，却输掉了整个人生，因为他始终没搞明白，战场上的敌人是写在对阵表上的，而政治上的敌人往往是坐在主位上那个最信任你，也最依赖你的人。咱们回过头来看看那个时代的终结。当韩信的头颅被送到刘邦面前时，大汉王朝那种半封建半郡县的割据状态正式宣告瓦解。刘邦通过杀韩信，向所有功臣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这个天下姓刘，任何功劳都不能成为对抗皇权的护身符。韩信的悲剧其实也是那个时代所有技术型天才的共同悲剧。他们拥有改变世界的能力，却没有在复杂人性中生存的智慧。他像一个高傲的极客，在权力的代码里寻找公平，最后被权力这台庞大的机器彻底粉碎。在这段血色历史的最后，咱们还得感叹一下历史的巧合。韩信死的那年才35岁，正是一个男人最黄金的年华。如果他真的听了蒯通的话，或者如果刘邦再大度一点，中国的历史会不会走向另一个方向？也许会有一个更辉煌的军事扩张时代，但也可能会陷入更长久的军阀混战。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结果。韩信死后，他的名字成了忠诚与背叛这两个词之间最纠结的注脚。刘邦在晚年的病榻上，是否曾梦到过那个白衣胜雪，在拜将台上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咱们不得而知。但咱们知道的是，在那之后，长乐宫的钟声依旧，但那个能让刘邦既爱又恨，既依赖又恐惧的战神，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死局不仅是韩信的，也是所有想在权力漩涡中保持纯粹的人的。他用一种近乎自杀式的傲慢，完成了他作为一个天才的谢幕。咱们今天复盘这段历史，不是为了感慨刘邦有多黑，也不是为了唏嘘韩信有多惨，而是要看清权力的本质。权力是一场没有退路的零和游戏。当韩信决定接受那个齐王封号的时候，他就已经把自己放到了刘邦的对立面。这世间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坐在你面前，你觉得我是兄弟，而我觉得你是隐患。韩信的这面镜子，照出了人性最深处的自私与残忍，也照出了历史车轮滚过时，那些天才们必然留下的血痕。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大汉核武器韩信的完整一生，一个关于天才、权谋、信任与背叛的终极预言。在那座荒凉的淮阴侯墓前，如果韩信泉下有知，他可能会发现，其实钟离昧死前那句公非长者，才是他这辈子听到的最真也最疼的一句大实话。历史的烟云散去，剩下的只有那声长乐宫中事里微弱到机不可闻的叹息。咱们最后再把这层历史的窗户纸给彻底捅破了，聊聊那场血色大戏落幕后最让人脊背发凉的收尾，以及藏在史书缝隙里的那种能把人冻透了的政治凉薄。当韩信在长乐宫那间阴冷压抑的中室里，被一群宫女用竹签刺的体无完肤，含恨而终的时候，远在平叛前线的刘邦其实正处于一种极度焦虑的等待中。史书上记载，刘邦回来听说韩信已死，反应就5个字：且喜且怜之。这5个字，咱们得掰开了揉碎了去品，那是人性最阴暗处的真实写照。那个喜，是发自肺腑的狂喜，是一种压在心头好几年的大石头终于落地后的虚脱感。刘邦这辈子见过无数狠人，项羽够狠，但在刘邦眼里，项羽是个憨憨，只要用计就能围死。可韩信不同，韩信是个能把兵法玩出艺术感的天才，这种人在身边，刘邦连睡觉都得睁着一只眼。那个脸多少带点表演成分，是做给天下那些还没被清算的功臣看的。毕竟兔死狐悲，他得表现出一点对老部下的不舍。可您看刘邦接下来的动作，那是半点温情都没有，
他第一件事就是紧着问吕后，韩信死前留下了什么话。吕后说，韩信后悔没听蒯通的计策。刘邦一听这话，心里那点涟瞬间就飞到了九霄云外，立马下令去齐国把那个蒯通给我抓回来，要活活煮了他。这一手斩草除根玩得极其利索，刘邦要杀的不仅是韩信的人，他还要抹掉天下所有可能威胁到刘家江山的思想火苗，这才是真正的政治清算。说到这儿，咱们就不得不提那句著名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这场血腥的谋杀里，萧何扮演的角色其实最能体现政治的残酷。你想啊，当年要是没有萧何的月下追韩信，韩信可能早就在哪个山头当了土匪，或者饿死在逃亡的路上了。在韩信心里，萧何那是他的再生父母，是他在这冷酷长安城里唯一的心理依靠。可萧何是怎么做的？他太了解韩信了，他知道韩信孤傲自负，但唯独对他这个老大哥没有防备。吕后找萧何商量杀韩信的时候，萧何面临的是一个终极的职业选择，是保住那个他亲手挖掘、一手成就的旷世天才，还是保住他萧家满门的荣华富贵？萧何这种政坛老油条，几乎没有犹豫就选择了后者。他那封把韩信诱入深宫的请柬，每一个字都沾着韩信的血。韩信跨进宫门前，萧何难道不知道那是去送死吗？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但他必须这么做，甚至他必须亲自去做，因为只有他这张老脸才能让韩信彻底放下戒心。这就是政治最让人反胃的地方，他逼着你把最真挚的信任变成捅向知己心口最深的一刀。韩信死后，萧何被封为相国，刘邦还特意给他配了500名卫兵，说是保护，实则监视。萧何在那一刻看着韩信鲜血淋漓的头颅，心里肯定明白，他用韩信的命换来了自己暂时的苟延残喘，这种安全其实是带着血腥味的重重枷锁。咱们再往深处探一步，韩信的死其实是大汉王朝转型期的一个必然祭品，也是权力逻辑里的必然结果。刘邦在创业初期，为了打赢项羽，不得不给韩信、彭越、英布这些异姓将领封王，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股份分红。可一旦天下大定，刘邦这个大老板就要开始收回股份了。韩信是第一个，但绝对不是最后一个。您看，继韩信之后，梁王彭越被剁成肉酱，淮南王英布被迫起兵，最后身亡。这些功臣的下场一个赛一个惨。刘邦在临死前还要拉着吕后的手，商量着怎么对付剩下的那些老伙计。这揭示了一个极其残酷的历史规律，在权力的金字塔间，从来没有真正的共赢，只有绝对的独裁。韩信这种人，他活在自己构建的那个纯粹的军事逻辑里，他觉得我帮你打天下，你给我封地养老，这是一种契约。但他忘了，在皇权眼里，所有的契约都是废纸，唯有绝对的控制才是永恒。韩信越是表现得无懈可击，他就越是该死。他那个多多益善的带兵能力，在打天下时是神迹，在治天下时就是最大的原罪。后世很多人为韩信鸣不平，觉得刘邦太不厚道，但这事儿咱们得换个位子想。如果您坐在刘邦那个位置上，看着一个只有30出头、军事才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且在军队中拥有崇高威望的将领，在朝堂上天天阴沉着脸，愤世嫉俗，您能睡得着觉吗？刘邦已经老了，他得为他的儿孙扫清障碍。韩信的死，实际上是老一代创业者对新生代接班人的一种暴力清场。刘邦杀韩信，杀的是一种无法掌控的不确定性。这种凉薄是封建政治底色里自带的基因。咱们看韩信这一生，从胯下之辱的少年，
到横扫天下的兵仙，再到长乐宫中室的孤魂，他就像一颗流星，极其璀璨，但也极其短促。他赢了战场上的每一场战役，却输掉了人生这场终极博弈，因为他始终没搞明白，战场上的敌人是写在对阵表上的，而政治上的敌人往往是坐在主位上那个最信任你，也最依赖你的人。这种错位和死局不仅属于韩信个人，也属于那个时代所有技术型天才。他们拥有改变世界的能力，却没有在复杂人性中生存的智慧。他像一个高傲的极客，在权力的代码里寻找公平和义气，最后被权力这台庞大的机器彻底粉碎。咱们今天复盘这段历史，不是为了感慨刘邦有多心黑，也不是为了唏嘘韩信有多可怜，而是要看清权力的本质。权力是一场没有退路的零和游戏。当韩信决定接受那个齐王封号的时候，他就已经把自己放到了刘邦的对立面。这世间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坐在你面前，你觉得我是兄弟，而我觉得你是威胁。韩信的这面镜子，照出了人性最深处的自私与残忍，也照出了历史车轮滚过时，那些天才们必然留下的血痕。在这一系列血色事件的最后，咱们还得感叹一下历史那种近乎残酷的巧合。韩信死的那年才35岁，正是一个男人最黄金、最该大展宏图的年华。如果他真的听了蒯通的话，或者如果刘邦能有一丝超越皇权思维的大度，中国的历史会不会走向另一个方向？也许会有更辉煌的扩张，但也可能会陷入更长久的战乱。但历史从来没有如果，只有血淋淋的结果。韩信死后，他的名字成了忠诚与背叛这两个词之间最纠结的注脚。刘邦在晚年的病榻上，是否曾梦到过那个白衣胜雪，在拜将台上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咱们不得而知。但咱们知道的是，在那之后，长乐宫的钟声依旧，但那个能让刘邦既爱又恨，既依赖又恐惧的战神，再也没有出现过。那种死局，是所有想在权力漩涡中保持纯粹的人的共同宿命。他用一种近乎自杀式的傲慢，完成了他作为一个军事天才的最后谢幕。咱们看穿了这些，也就看穿了什么是真正的历史真相。历史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温情脉脉的英雄史诗，它是血淋淋的权力分配，是无数天才用生命填平的皇权沟壑。韩信这辈子算准了每一场战役的胜率，却唯独没算准皇帝那颗多疑而残忍的心。当咱们今天站在淮阴侯的墓前，如果能穿越时空和那位兵仙对话，我想他可能依旧会保持那份孤傲，但他或许会明白，在那座金光闪闪的皇权大厦下，从来就没有过他的位子。历史的烟云散去，留下的只有长乐宫中室里那声微弱的叹息，以及后世几千年里人们对这位天才英雄无数次的扼腕叹息。这不仅是韩信的悲剧，更是所有试图用才华对抗宿命者的共同预言。好了，关于大汉核武器韩信的权力死局，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历史就像一面镜子，照见的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当下。咱们下回再接着聊那些史书背后的真相。咱们既然已经把韩信那一腔热血和最后的一声叹息都聊透了，咱们得把视角再往上拔一拔，去看看韩信死后那几千年里，这股兵仙的余威是怎么在历史的深处继续激荡的，以及咱们现代人到底该怎么看这出充满了血色浪漫的权力悲剧。说到底，韩信虽然死在了长乐宫的钟室里，但他在中国文化和历史心理中留下的那个坑，至今都没人能填平。您看，韩信之后，中国2000年的封建史里，出了多少名将，出了多少功臣？可为什么大家单单对韩信这事儿这么过不去？
就是因为韩信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关于才华与宿命的终极样板。咱们得聊聊那个被刘邦抓回去的蒯通，这老头绝对是史书里最有意思的配角之一。刘邦当时气得都要把他给煮了，结果蒯通说了一段特别狠的话，他说：“狗总是要对自己主人以外的人乱叫的。”当时我跟着韩信，我只知道韩信是我的主子，我不知道您刘邦是谁。况且天下想干您这行的人多了去了，难道您能把他们都煮了吗？这段话其实是把韩信案子的遮羞布给彻底扯下来了。刘邦听完，竟然把蒯通给放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刘邦心里其实跟明镜似的，他杀韩信不是因为韩信有罪，而是因为韩信有能。这种能，在政治语境下就是原罪。蒯通的脱险，实际上是替韩信完成了最后一次政治表态。在权力的棋盘上，忠诚是相对的，而利益和力量才是绝对的。可韩信偏偏没活明白这一层。咱们回看韩信，他这种兵仙的特质，其实带着一种极其纯粹的审美。他打仗不是为了杀人，是为了赢，是为了那种智力压制的快感。他在军事上的那种创造力，其实是一种艺术家的气质。艺术家最怕的是什么？是烟火气，是那些算计到骨子里的利益交换。韩信在战场上能把几十万人的生死完成一种律动，但在朝堂上，他连给刘邦递个台阶都不会。这种天才的偏科，让他成了一个极其孤独的存在。您想，萧何这种人，每天琢磨的是粮食、税收、人际关系；刘邦琢磨的是平衡、帝王术，怎么让这帮老哥们听话。而韩信呢？他可能到死都在复盘垓下之战的某个战术细节。这种精神世界的错位，注定了他无法在长安那个巨大的政治名利场里活过第二集。咱们再说说那个让无数人唏嘘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萧何晚年其实过得也战战兢兢，他为了向刘邦自污，故意去强买百姓的土地，搞得自己名声臭不可闻。为什么？因为他得让刘邦觉得他贪财，只有贪财的人才有弱点，有弱点的人才不可怕。萧何看着韩信的人头落地，他学会了最残忍的一课，在皇帝面前，才华要藏起来，德性也要藏起来，只有表现得像个卑微的庸才，才能保全一家老小的性命。这难道不是一种更大的悲剧吗？一个开国丞相被逼到要去败坏名声求活，这种政治环境其实就是从韩信死的那一刻开始定调的。韩信的死就像是一道划破夜空的雷电，照亮了之后2000年官场那种深挖洞、广积粮、低调做人的生存底色。很多人说韩信死于情商低，但我倒觉得那是因为他骨子里那份属于职业军人的骄傲，让他不屑于去玩那种弯弯绕。他在刘邦面前说臣多多益善，那不是挑衅，那是实话实说。可实话往往是这世上最锋利的刀子。刘邦这种人一辈子都在伪装，伪装大度，伪装仗义，伪装成那个豁达大度的长者。当一个极其真诚的天才撞上一个极其虚伪的政客，结局早就写在剧本里了。韩信在长乐宫受刑时，如果他能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他可能会发现，其实他从未真正走进过刘邦的世界，他也从未真正属于过那个大汉朝。他只是一个在乱世中闪现了一下，把历史的车轮往前猛推了一把的工具人。任务完成了，工具也就该报废了。咱们现在看韩信，其实是在看一种极致的理想主义的崩塌。他在那种极其原始、极其残酷的政治丛林里，试图寻找一份像兵法一样精确的恩义契约。他觉得我为你出生入死，你给我富贵还乡，这是等价交换。可政治不是数学，政治是流体，是随着权力的涨落
而不断改变形状的怪兽。韩信的悲剧其实是给后世所有的技术型人才提了个醒：当你的才华足以威胁到规则制定者的时候，你的才华就不再是你的铠甲，而是你的软肋。这事儿搁在2000年后的今天，依然能在很多职场、很多博弈里找到影子。历史从来没有走远，它只是换了身衣裳，在长乐宫的钟声里继续循环。咱们最后再感叹一下那座淮阴侯墓。据说韩信死后，百姓感念他的功德，在那儿堆起了高高的土冢。刘邦赢了江山，却在史书里留下了一个刻薄寡恩的骂名。韩信丢了性命，却在2000年的岁月中成了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这种评价的错位，其实是老百姓在用一种朴素的正义感去对抗那种冷酷的政治逻辑。咱们讲史，讲的不是那些死去的年份和名字，讲的是那种即便被权谋碾碎，却依然能让咱们感到震撼的英雄气。韩信虽然被赐死了，但那种国士无双的傲骨，那种背水一战的决绝，早就成了咱们这个民族血液里的一份基因。这种死局不仅是韩信的，也是我们每个人在面对现实与理想冲突时可能遇到的。他用自己的血为咱们画出了权力的边界，也为咱们展示了天才的极限。在那座冷清的长乐宫中室里，韩信的最后一声叹息，其实是替所有那些在权势面前不愿低头，在算计面前保持纯粹的人发出的。咱们看清了这份凉薄，也就看清了历史的真相。历史不是请客吃饭，它是鲜血淋漓的。但正因为有了像韩信这样纯粹过、辉煌过、也悲惨过的人物，这段历史才有了厚度，才有了那种让人欲罢不能的张力。咱们既然聊到了那长乐宫中室里传出的最后一声叹息，聊到了那个时代的绝响，那咱们就得把这历史的聚光灯再往后挪一挪，去看看那些还没被清算的、藏在阴影里的权力余波。您说韩信死的冤，可您往深了想，在刘邦那种实用主义者的逻辑里，韩信的死其实是为大汉王朝续了命。咱们得聊聊韩信死后的那个长安城，那地方在当时可不是什么繁华盛世的象征，而是一座巨大的、充满了猜忌和血腥味的决斗场。韩信倒下之后，那个曾经和韩信并列、同样战功赫赫的梁王彭越，他心里是什么滋味？彭越这人，打仗玩的是游击战的鼻祖，那是让项羽最头疼的人物。可韩信一死，彭越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他知道刘邦那张名为统一的大网，下一个要捞的就是他。结果咱们都知道，彭越死的比韩信还惨，直接被吕后下令剁成了肉酱。您各位琢磨琢磨，吕后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搞得这么血腥？他不是变态，他是真的怕，他是替刘邦怕，怕这帮打天下的老哥们哪天觉过味来，联合起来把刘家这摊子给掀了。这种清算其实是一种政治上的排异反应。韩信和彭越这种人，他们身上带着太浓的战国遗风，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江湖气，和刘邦想要建立的那种高度集权的皇权体系，那是水火不容的。韩信在长安当淮阴侯的那几年，他其实成了所有异姓王眼里的风向标。他不动，大家还能勉强维持那个君臣的体面；他一倒，这平衡就彻底塌了。咱们看韩信死后，淮南王英布直接就反了。英布当时说了一句特别扎心的话，他说：往年杀韩信，今年杀彭越，接下来不就轮到我了吗？这就是韩信之死引发的连锁反应。他让原本还对刘邦抱有一丝幻想的功臣们彻底看清了权力的冷酷。这种冷酷是那种不带感情色彩的，像机器一样精准的清除。韩信的血其实是把那个时代最后一点温情脉脉的遮羞布给扯下来了。咱们得聊聊那个在这个过程中一直保持沉默，最后却成了最大赢家的吕后。
很多人把韩信的死归咎于吕后的阴狠，觉得是这个女人坏了刘邦的名声。可您要是真的懂政治，您就会明白，吕后其实是刘邦最完美的黑手套。有些话刘邦不方便说，有些事刘邦不方便做，吕后都替他做了。杀韩信这事儿，刘邦在前方打仗，吕后在后方动手，这配合打得简直是天衣无缝。刘邦回来后那句且喜且怜之，其实潜台词就是老婆，这活干得漂亮，我没法直接赏你，但我心里给你记一功。这种夫妻店式的权力运作，才是大汉初期政治最真实的底色。韩信就在这种极度理性的算计中，成了一个必须被消耗掉的政治筹码。咱们再把镜头拉回到韩信这个人身上，很多人老是纠结韩信到底有没有反。其实，在韩信那个层面上，他想不想反已经不重要了。他这种人，只要往那儿一站，他就是反。他手里握着兵法，眼里藏着乾坤，他那种随时可以改写历史的能力，就是对皇权最大的挑衅。韩信最大的天真，在于他试图在一种动态的、毫无底线的权力博弈中，寻找一种静态的、永恒的忠诚。他觉得我只要不付诸行动，我就是忠臣。可皇权要的不是你现在的忠诚，他要的是你永远没有不忠的资本。韩信这种带兵多多益善的天才，他怎么可能没有这种资本？所以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威胁，这种威胁只能用死亡来消解。这种死局其实也折射出中国古代人才的一种宿命。咱们看后世的那些名将，岳飞也好，袁崇焕也罢，身上其实都有韩信的影子。他们都在某个垂直领域达到了顶峰，却在最基础的人性博弈上输了个精光。韩信就像是一个高级的、精密的，却不兼容社会系统的软件。他在战场这个特定的环境下能发挥出核武器般的威力，可一旦回到了长安这个充满了旧代码和潜规则的系统里，他就成了最大的逻辑漏洞。系统为了自保，必然要通过蓝屏或者格式化来解决它。韩信死的窝囊吗？从军事角度看，确实窝囊，但从系统维护的角度看，那是必然。那种孤单是权力巅峰上的常态。韩信死后，刘邦其实失去了一个能真正和他对话、能真正理解他那种高处不胜寒的人。他们虽然是敌手，虽然是主从，但他们在那个天才的维度上是相通的。韩信一死，刘邦身边剩下的就全是些唯唯诺诺的家奴，或者是满腹算计的野心家。那个曾经能在败将台上和他纵论天下的英气逼人的年轻人，再也不会出现了。历史的这种剥离感，让刘邦的晚年显得格外凄凉。他虽然赢了，但他赢得很局促，赢得很沉重。咱们最后再来聊聊韩信留给咱们现代人的启示。很多人把韩信当作高才低情商的典型，但我倒觉得韩信不是情商低，他是志不在此。他的星辰大海是在那沙盘上，是在那千军万马的调度中。他那种人是不屑于弯下腰去舔那些权力的臭脚的。他的孤傲是他作为一个天才的尊严。这种尊严虽然让他丢了命，但也让他成了永恒。2000年过去了，刘邦的陵墓在哪儿，可能很多人都说不清楚，但韩信的名字，只要一提起，那份国士无双的少年感依旧扑面而来。这就是天才的力量，他能超越权力的绞杀，在时间的河床里留下最坚硬的印记。这种印记其实就是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刻度。韩信告诉我们，天才可以被肉体消灭，但那种追求极致、不随波逐流的人格是杀不死的。他在长乐宫里的那份遗憾，其实成了后世无数文人志士心中的一团火。每当我们看到天才被埋没，看到英雄被构陷，我们就会想起韩信，想起那座中室，想起那份未完成的梦想。
韩信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所有当权者的虚伪和多疑，也照出了所有理想主义者的孤勇和悲剧。韩信虽然输了命，但他赢得了2000年的怀念。这种怀念是老百姓对那种纯粹力量的致敬。在这长乐宫的废墟上，我们听到的不只是惨叫，还有一种即便被毁灭也要闪耀的光芒。韩信这一辈子像极了一场没有结局的交响乐，在最激昂的时候突然断了弦。这断裂的声音成了历史最震撼人心的部分。好了，关于这位兵仙的最后一点余韵，咱们今天就彻底聊透了。历史就在那些血色的细节里，等着咱们去清醒的复盘。咱们下回接着聊，看看在那段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下，还有哪些天才的骨骸，至今还在散发着那种让人落泪的余晖。咱们下回再见。